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圣誕節快樂！圣诞節快樂！昨天下午呢，北京的楼市啊，终于又出新政策了。可能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哈，這次的政策呀，它的力度和時機呢，都跟8月份的那一次不太一樣。對，8月份的那一次政策出台之後呢，我們當時也錄了一期節目，而且我們倆的判斷基本上跟現實是一致的。我們當時的判斷呢，就是8月份的這次救市力度呢，並不會讓房價起死回生，就是房價回調起來，基本上是沒啥用。然後實際效果呢，就是確實沒啥用，而且這次的新政呢，5環外的社保啊，只需要1年了。這對於在北京工作的人來說，這幾乎就相當於是不限購了。因為你想啊，這個社保1年，哪個正常上班的人會沒有1年社保記錄呀，對吧？而且更關鍵的是哈，這個政策它出台的時間點呢，非常的巧妙，就是這個市場它已經是就是哀怨沸騰了。但市場已經連續大跌這麼好幾個月，而且最近的幾個月那是可以說是加速下跌。那麼局部呢，有些區域其實已經出現了回暖跡象了哈，就是現在這一腳政策油門又踩下去，底部可能真的就要形成了。今天我們就來詳細聊聊這次的新政到底意味着什麼，对北京樓市又會有怎樣的影響。我先說一下，絕對是非常利好的一個影響。2024年12月24號，北京市住建委、市發改委、人民銀行北京分行、北京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等4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優化調整本市房地產相關政策的通知。這份通知從2025年的12月24號起就開始正式實施了哈。第一條的核心內容就是降低非京籍家庭購房的社保年限要求，這個非常關鍵。具體來說，就是購買5環內的商品住房，現在社保啊或者個稅繳納年限從原來的3年降為2年，購買5環外的商品住房從原來的2年降為1年。這個調整看似是數字上的一個小小的變化，但實際上這個影響啊比表面看起來可是要大得多。為啥這麼說呢？因為北京啊，80%的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都集中在5環之外，5環外呢也是二手房成交的核心區域之一。現在5環外只需要1年的這個社保哈，對於真正在北京工作的人來說，剛才小王也講了，這個門檻基本就等於不存在了。對，而且對於外地人想在北京買房的，對吧？你說1年的社保，我想所有的開發商他都會給你預留這個時間，讓你去達標的。對，就是這開發商啊，肯定會給這個買家足夠的時間周期去準備這個社保資格。那1年的緩衝期肯定是足夠了。就算是二手房，但是你提前規劃一下，是吧？比如說你可能就差幾個月就滿1年了，那跟這個賣家協商一下，中介再斡旋一下，那麼你就是再多延幾個月再進行過戶，那也不是什麼難事兒哈。第二條啊，這個核心內容是多子女家庭這個購房的支持。對於有2孩及以上的這種多子女的家庭，不管是京籍還是非京籍哈，都可以在現有購房限购的政策上，在5環內再多購一套商品住房。也就是說，京籍多子女家庭最多可以購買3套房了。現在啊，符合條件的非京籍多子女家庭可以在5環內購買2套房。這個政策可以說是一箭雙雕啊。那你看，你現在覺得，如果你覺得房價低，你想多買一套房子，哎，那你就多生個孩子，你就可以多買一套房子了。你看，這是不是又刺激了生育？還真有點這個意思。除了以上2條之外哈，我覺得第3條這個力度也挺大的。就是你看，我們都知道嘛，像以往首套房和第2套房，它的房貸利率都是不一樣的，對吧？對。但是新政的這個核心內容啊，就是取消了首套和2套住房的貸款利率的差別對待。这也很重要，省不少錢呢。是啊，新政它就明確哈，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利率定價機制方面呢，不再區分首套房和2套住房，就根據市場利率定價。簡單來說啊，就是同等對待了，沒啥區別了，不管你是首套還是2套。省不少錢，真省不少錢。此前呢，這個北京5環內購買2套住房的這個房貸利率可是高達3.45%啊，而首套房貸利率是3.05%，中間有0.4個百分點這個差距哈。現在你不再區分了，那對於改善性購房者來說，購房成本將明顯降低。雖然那個具體執行利率還要看各家銀行，但降幅空間已經非常明確了。以上啊就是這次新政的主要內容，當然它還有一些其他內容，我們就不詳細講了，比如關於什麼稅方面的一些調整，還有房地產開發項目立項方面的調整，什麼住公積金貸款的這個最低首付比例等等哈，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就是我們前面講那3條哈。
我想这個新政一出來，肯定大家都會有這樣的疑問嘛。你想8月份的時候那次救市政策也是5環外放開限購，大家有的人還以為說，哎，房價是不是要止跌回暖了？但實際上我們當時也錄了一期節目，就是房價它確實沒有止跌，而且加速下跌了。可以說8月份到12月份這個跌幅啊，是北京歷史上最大的時候。那現在肯定大家都有疑問，那這個新政你覺得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效果？這次應該絕對不會是雷聲大雨點小了哈。我這個答案非常明確，這個政策一定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很可能是近幾年最有效的政策。因为啊，就是經過前面政策的累積，再加上最後這一把火，哎，北京的樓市有可能要被激活了。哎呀媽，先給大王點個讚。這種時候敢說這種話，真的是不怕啪啪打臉。是因為你看這個，首先政策的時機完全不同，就你前面也講了嘛，是吧？就8月份那次和這次的時機是不一樣的，因為這次是剛剛經歷了又一輪的大幅下跌，哎，這個時候出政策，那就是給加速下坡這個車，它已經基本要到底了。這個時候你踩了一腳剎車，效果呢應該是比較顯著的。那第二呢，就是說咱們看看這個數據哈，北京市住建委這個數據顯示啊，2024年的11月，北京二手房的網簽量達到了1.85萬套，創下了20個月以來的新高，環比增長8%，也就是說買家下場這個慾望已經大大增強了。為什麼呀？就是因為價格他們已經覺得足夠低了，就感覺已經跌無可跌，確實是實在是很多地方都已經腰斬了。對，再跌下去，我都感覺很多人可能都受不了了，很多家庭要崩潰啊。對，同比增長呢，比去年同時期是增長了49.6%啊！你想，這12月的數據更加亮眼。現在就是12月份還沒結束啊，二手房這個網簽量已經突破2.1萬套了，環比增長了15%，同比增長66%。這可是北京二手房連續21個月以來的最高值，也是連續44個月以來的第2高峰。新房的市場呢，現在也在回暖哈，具體我就不講了，這個數字一大堆，大家在網上可以搜到哈。就換句話來說，現在即便不出政策，現在不少的區域啊，那絕對是已經跌到底部了。政策這個出台，無疑會加速這個築底的過程。我雖然不能說今天就是最低點啊，但是未來1-2個月一定是一個底部區域。那現在就說這個政策會幫助啊市場走出底部的一個行情。第二點，你看這個政策力度是相當大，覆蓋面也非常廣。就5環外社保時間現在縮短到1年，這對於真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來說，幾乎門檻可以忽略不計。而且大家知道，其實有各種各樣的服務是吧？還可以幫你搞定這個短短的1年的社保。現在房地產部門估計對這個社保這個也是睜一眼閉一眼了，就是你大概這個資料是可以差不多就行啊。從市場這個反應來看，你看這個新政一出，馬上這個情緒真的就不一樣了。我今天就問了一下鏈家的中介啊，咱打跨洋電話去問了一下。這個經紀人就反映啊，說現在一部分業主已經開始惜售了。就原來報價，比如說230萬的房子，原來200萬也願意賣的，現在這個底線，就心理價位已經提升到220了啊。以前200能賣，現在不行了，說明這個賣家的心理預期馬上就這麼一個政策已經在提升了，不那麼着急這個降價銷售了。第三點。這次政策一定是組合拳，就後面肯定還會有政策，就目前政策還沒出完呢。我估計啊，下面就會出的政策就是關於這個貸款的比例，就是以前你可能必須得第2套房得30%、40%首付什麼之類的，以後啊後續政策可能就是允許這個首付比例進一步下調。這個首付比例下調，大家可不要小看，這個首付比例下調是非常重要的。就多正在湊首付的這個買家，一看到這個首付比例大幅下調，這個時候可能很多買家他一個是看到了心儀的房源，他可能就準備就要下手了。第二就是他覺得可能也等不起了，因為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啊，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在海外市場，這個首付貸款的比例的大幅下降，都會大幅刺激這個買家的入場意願。而且也會大大加強買家們對於這個市場上升的這種預期的情緒，所以這對樓市肯定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方面的一個利好。而且在稅費方面可能也會有新的動作哈。第4點啊，就是北京的特殊性決定了政策效果肯定會比較好，因為全國畢竟只有一個北京。如果說這個類似的政策啊，現在在這個3、4線城市，肯定那還是對房價來說是紋絲不動的，沒有什麼效果。對，但北京你看，高校、教育、醫療、就業資源、央企和政治資源的這個集中度，都是任何的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這種獨特性決定了北京樓市具有很強的支撐力。那之前呢，北京樓市的限購政策也是最嚴格的，放鬆的最慢、最緩的。所以說現在這個基本上相當於徹底放鬆了，那完全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北京的高校教育資源。
北京的高校的教育資源每年会有大量的夜间生從这裡面畢業，大量的夜間生又是外地人口，就业这个市场哈，再怎麼說它要比其他的省市要好太多。很多人啊，要想搏一把、拼一把，都想留在北京。那麼他們的父母大概率就會支持他們，哎，借着這一次就只要1年社保的這個要求，也不需要你什麼戶口，也不需要2、3年社保。那麼現在樓市就恰好是個低點，那很多人可能就想着，哎，在這個時間點要把握住，因為啊，這個政策窗口期誰也把握不好，也許過幾年，它咔嚓一下又開始給你限購了，是吧？這個社保又提高要求了，是吧？對，而且我感覺哈，如果說這次的放鬆限購真的對房價的刺激有效果，而且說回暖比較明顯的話，這個窗口期有可能就只有短短的半年，甚至都不到1年的時間。那我倒覺得不會，因為畢竟這個樓市現在已經冰凍這麼久了。這次我估計窗口期可能不會太短，但是關鍵是你哪怕你窗口期有個2、3年的時間，但是一開始大家開始入市了之後，可能就是後面就是小跑入市，然後再往後就是跑步入市，這也意味着你後面入市的人就會要承擔比較高的房價的這種代價了，可能好的房子也被前面的人給挑走了。所以說，這就會加劇人們的這種恐慌心理。而且尤其對於像今年或者明年畢業的這些985、211的畢業生，確實像你說的，他們留在北京的意願大大增強，而且說可能是集父母，是吧？或者說已經有戀愛的男女雙方6個錢包，對，集資在北京買一套房，這個我覺得是大概率的。而且北京的房子顯然要比其他城市的房子更具有增值保值的這種價值嘛，他寧可賣掉便宜點，賣掉什麼3、4線的房子或者縣城的房子，把這個錢集中起來，放到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一種無法替代的城市去買一套房子，從歷史經驗上來看，那也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對，尤其對一些有遠見的家長，是吧？肯定會想到這一點。我記得我們當時同事就說，好像是20、30年前，就北京那會兒買房居然可以落戶，就是在北京買房直接給你北京戶口。那個窗口期，當時我不知道是多久啊，反正也就是一晃而過吧。是的。就從此之後再也沒有過說什麼在北京買房直接給你北京戶口了。所以我的結論就是啊，綜上所述，這次的新政應該會有非常大的作用，因為這個1年的社保實在是太容易達標了，幾乎形同虛設，你就可以在5環外買房了哈。當然它肯定也不會讓這個房價暴漲，但呢，它肯定會讓這個市場築底回暖，這個是非常明確的。尤其在現在房價已經這麼連續下跌的情況下，現在觀望的買家估計啊都在考慮重新入場，讓這個焦慮的賣家現在也看到希望了，他肯定也就會不再像以前那麼急於降價了。就在累積之前的各項政策啊，再加上持續的這個價格下跌之後的這個需求反彈，這個新政也許啊就是那最後一把火，市場的底部正式明確了。現在我聽你說下來，感覺你總體還是非常樂觀的哈。短期樂觀啊。我只能說短期樂觀，咱還是嚴謹一點。對，從我的角度來說呢，我也感覺這一波算是一個築底吧，因為房價就感覺真的已經是跌到不可再跌了。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從貨幣角度來看，這個貨幣總量啊，從長期來看，它永遠是在增長的。很多人在說嘛，現在這個生育問題導致啊，這個房產確實沒有價值了。你3、4線城市肯定是這樣的，但是1線城市還真不是這樣，因為1線城市畢竟它永遠在虹吸這個2、3、4線城市的這些人口，所以1線城市它就像一個移民城市一樣，它永遠是有活力的。只要北京、上海這種超1線城市願意承接人口，那這個人口的淨增長是不成問題的。所以這也就支撐了北京樓市的一個長期的一個走勢哈。雖然如此啊，但是這一波政策呀，我得解讀為它也就是對短期有一個明確的作用，長期來看呢還不一定哈。就短期來看啊，從現在看到明年的春季小陽春這小半年的時間，現在的價格應該就是最低的區域了。其實很多人說明年不會有小陽春了，市場信心已經徹底崩潰了哈。但是就因為這個政策的加碼，我認為明年應該會有一個小陽春，而且可能會超出預期。再往下走，是不是還是得看這個經濟復甦的指數，還有說大家這個生孩子的意願啊？昨天這個新政一出啊，我跟這個一些經紀人聊了一下嘛，就現在基本上很多買家確實會對這個新政的心理產生一些影響，買家就已經開始擔心了，如果再不入場，現在這麼低的房價的情況下啊，那些好的房源就有可能被搶走了。然後價格呢就之後又開始回升了，所以這種焦慮就會促使一部分這個觀望者加快入市的節奏了，而賣家就不會再像前面幾個月那麼着急這個降價拋售了，他們之前真是看不到希望啊，所以現在希望來了，也就傾向於等一等，看看市場能不能再好一點。但是從長期來看，就再往後走，比如說明年4、5月份以後，那市場再怎麼走，
其實現在還真是看不清楚，因為那個就要看中國經濟整體態勢回暖的態勢了。在过去幾年呢，這個北京還處於一個人口淨流出的一個狀態。如果這個趨勢能夠扭轉的話，變成重新流入狀態，那肯定是北京樓市有個長期的支撐。前面我講過了，但是從這個中長期來看，那經濟能否回暖，能否促進這個人口像北京這樣超一線城市的重新回流，這些因素才會影響北京樓市的一個中長期的一個走勢，也就是2年到5年的這麼一個走勢。反正就是你要想回到2017年到2022年那種暴漲大漲的水平，那基本就不太可能了。那個时代的背景可以說已经完全不同了。那個時候你看資本狂熱，萬眾創新，人人眼裡都有光，房價可以脫離基本面瘋狂上漲。也就是說那個時候的房價確實是有泡沫，那個泡沫时代已經過去了，也應該不會在短期內回來了。所以我的判斷就是泡沫既然不再有了，那長期看北京房價呢回到2015年附近的水平，那應該是未來10年左右的一個合理的價格區間。那這個區間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房價既不會暴漲到讓所有人都眼紅也不會讓普通人能輕易買得起房。這就是一個大城市房地產市場的應該有的一個常態，也就是穩定、理性和緩慢的增長。好，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